头兵荒马乱，您在这儿饮酒听琴，奢侈啊！能给冯委员片刻清静，那也是好的。坐。敬科长。淞沪会战打成这样，你就没有半点紧张？该捐的武器捐了，该筹的现金也筹了。既然已经出钱出力，总不能让我自己披挂上阵，亲手去杀日本人吧？您说呢？啊？啊！下周5，内前客轮祥和号，客运舱位90人。另外，我给你配了货运舱位25吨。冯委员日理万机，竟还惦念我的安危，这份情谊，王某知道重了。交通运输嘛，我总归有些办法。只是这赈济物资缺口啊，真是让人焦头烂额呀！连沙缺口70吨，大米缺口120吨，还有抗炎药，也缺1万针剂啊！放心，我替您解忧，如何？程总经理，非常抱歉，没能帮你解决外资证明。自打金盆洗手，我也就是个医院的老板，在工部局也说不上话。您千万别这么说，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我为难您。要不这样，把工厂的机器搬到医院来暂时存放。啊，不，千万别这样！眼下伤兵无数，正是上安医院最忙碌的时候，万不可拮据空间，方便我们。罗老板，您放心，我会再想想办法。也好，那我告辞了。您慢走。徐硕，不如我们进去坐坐吧。不了，我要走了。去重庆吗？回意大利。为什么？腿恢复得不错。徐硕，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发生了？怎么，又想保护我了？我哪敢呀！关心你也变成了局限你。我只是想问问鼎姓什么情况，关心你，我都不好意思说。我只是知道，如果不是有什么情况，你不会来找我。我选择了自己成长，就要自己承担。这次来，我不是向你求助的，我只是想跟你道个别。你要去多久？再也不回来了？张一之，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徐硕，你必须得回来，我们的理想还没有实现。
将军怎么说呀？卡内那儿也不行，肯定是他们知道我们立邦银行被银行工会除名了，所以才不待见我们。哦，对了，我还去问了哈同地产的吕小开，他说外资证明很难办，不管你出多高的价，都办不出来。陈总经理，我刚才看见徐叔，他马上就要启程回意大利了，我感觉他可能遇到了麻烦。他能遇到什么麻烦？他不肯告诉我。张总经理，吴科长，你们看，外资证明。万载洋行。对，晚上刚刚收到的，看这个洋行的名字，陌生的很啊。我也没听说过。我听说过。万载洋行主营异国咖啡，还有酒类生意，也涉及皮革机器，主要是与异国在沪拿波里银行有资金往来。徐博士给办的，这可能是他了。小凤睡了吗？刚睡。睡着前，你去找爸爸。好了，别吵醒他了。怎么又做洋服了？别提了，现在战事正不坏，还有太太要做2条礼服，带到后房去。老爷，日军登陆金山卫。知道了。另外，赵麻子拿着您给的外资证明，已经迅速命令把厂子迁进租界。这么大的人情，要不给程一志透露一分，他恐怕以为是徐庶的门路。让他知情弟弟受益，还是把这功劳让给别人吧。老爷对他还是放心不下。你看这个冯有如每天心急火燎来电追问，要的不就是棉纱药剂吗？这类物资，谁手里最多？程一志。他扶持实业多年，这手里的工程已经成了香饽饽。别人不助他，我得助他，以备咱们后路。老爷的意思是，就留在上海。我现在已经成了冯有如的金袋子了，要是去了后方，岂不成了代代羔羊，任人骗喝了？中央、中人、交通、农业4行总行均已迁出上海，其中中央、交通、农业3行西迁，中人银行总行迁至香港，但副总经理
主动申请留沪，兼任四行联合总处及四行联合贴现委员会上海处负责人。国家金融命悬一线，四行理应迁往一处。这个时候内部还在争斗什么？他们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了，立邦团结就足够了。立邦一共65人，其中3人意愿西迁，剩下62人均愿意与银行共进退，坚守上海。陈总经理，你找我？啊，你爹关心你何时离沪与他们会合。如果你不反对，我想安排你与3名职员后天乘坐光灿号西迁。我不走，我想留在上海，和立邦一起。今早我已给爹发了电报，他后天就能收到。来，把新招牌挂上。好，谢谢。哎，现在就请各位来宾里面参观啊！工人们，咱们赶紧干活了！来，里面请。哎，干活了！好，谢谢，坐下，请进，多谢啊！来，干活了啊！高厂长啊，我送电报来了。哎，小松怎么说？他不来重庆了啊？要跟立邦一起留在上海。这行吗？没事儿，有程总经理在，小松不会出差池。有一直在我倒是放心，可这上海现在那么多的日本人，不安全呀。小松也该当个男子汉了。来，二位里边请。请问二位是真真铜油厂的高大宇厂长和高太太？我们是我们是政府的，想邀请二位座谈一下。请进。二位请。啊，高厂长，你好。高太太。啊，二位请坐。二位可能对我比较陌生，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冯佑儒，在国民政府社会部，主理民政工作。啊，立邦银行的程一志，程总经理是我多年的朋友。啊，冯委员，黄如红也是您多年的朋友吧？不错，我和黄如红是多年的朋友不假。不过高太太，不也和黄如红是多年的夫妻嘛？啊。来，高太太，请坐。国难当头啊，黄如红为一己私利，投靠日寇，是可忍，孰不可忍？此人断不再是我冯某的朋友。有什么话您直说。啊，高厂长，高太太啊，今天请二位过来呢，是想问一句，二位是否愿意为保卫国家、抗击日寇出力？是个中国人都愿意啊。就是此话根本不必问。好，很好。高厂长，来，请您过目。铜油关乎民生，更关乎国防啊！是武器钢材必用之器料，为战时急需。你们的真正铜油质量上乘，防酸防蛀效果一等啊！若是二位真的愿意为抗战出力，就请拿出行动。冯委员，我们固然知道铜油关乎民生国防，但这文件的意思是我们得交出真正铜油厂。
战事特殊啊，政府不得不干预经济，还望二位能够理解。这呀，不是个小事儿，就凭您理解二字，说实话，我心里真没有底。要不这样，容我们夫妇俩回去再商量商量。是啊，既然您是程总经理的好朋友，也让我们问问程总经理的意思。我就跟二位直说了吧，你们的真真桐油厂背靠立邦银行，啊，可立邦银行远在上海，而且现在已被银行工会除名了。说白了啊，贵厂呢现在在重庆，就像是个没爹没妈的孩子，政府大可以直接征用。但是我不同意这么做。高厂长毕竟有工厂创办之功啊，你们二位对真真桐油厂又有深厚的感情，更何况啊，二位又有救国抗敌之心啊！来，所以我才和社会部多次沟通、多次交涉呀，最终才争取到现在这份条件。政府同意给予二位30%股份，并且保留二位的股东身份，这可是十分的优待了。啊，当然，你们也可以再考虑考虑，也可以问问程总经理的意思，啊。不过现在可是抗战最吃紧的时候，若是等到财政部孔部长跟二位约谈，那个时候很被动了。现在所有谈到的优厚的条件都没有了。政府要收了我们的桐油厂，真的只为抗战所用吗？哎呀，高太太，这岂能有假呀？冯宇，我们交出工厂没问题，大勇，但是厂务需要领导，我们办商量。我们办厂多年，业务很熟练，我们愿意无偿代政府管理，我们绝对遵照政府的意思。高厂长，你的心意我明白啊。我们所有的重要的工厂呢，均由专家统一调控生产啊。高厂长不必忧心。高太太，如果您也没有异议的话，那我就让高厂长签字了。程总经理，今天我在方林市场发现了这个，此取样、色泽、气味和折光指数与真真桐油46号一模一样，连装箱封印也和真真桐油一模一样，唯独生产标签没有印刷真真2字。按理来说，这不应该是真正产品。桐油在后方属于特级管控的1等战略物资，没有政府的特殊许可是不可能运输的，更别说用到人性里。可我觉得它100%就是真真桐油，就是46号。也有可能是后方管控不严，出现了少量走私。不是少量，我花了1上午时间打听，光是流入上海市面的就有数千吨之多。你最近与你爹有联系吗？最近发了2次电报，说他们在重庆都好，要我在上海也注意安全。只是重庆通信设备紧张，不给配装电话，电报来往起码也要半月之久。这样，这份取样先留下，我让信调科继续跟进此事。如果有消息的话，第一时间告诉你。好。昨日有一位贵客招待，希望通过雷子引荐拜见我们。
谁？日本陆军参谋总部柳二郎大佐。柳二郎其人16岁便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智慧过人，步步为营。年仅36，就获得了铁血大佐之称。他的事迹我自然听过，还有耳闻。虽有日本华族子爵之衔，却无尊贵之实，在陆军参谋本部并非上流，对吗？老爷耳闻不虚，此人背景确实不出色，而且家道中落，无妻无子。可雷子以为，就是这样的人，他无依无靠，才希望寻求帮助，大展宏图。你知道现在跟日本人打交道会有什么风险吗？雷子明白了。雷子，找来聊聊。是。黄老板，日本的音乐、舞蹈可否比肩中国的？韵味不同，却各有千秋。黄老板说得好啊，眼下上海的机关学校都在自发地学习日本语，他们一旦了解大和文化，一定会醉在其中。黄老板同意吗？黄某念书不多，只是个粗人，对大和文化不敢妄加评论。您谦虚了。论及华界的鸦片馆与风月场，您的产业可是独占鳌头啊！如此好光景，全仰仗柳大佐庇护，黄某敬你。黄老板太客气了，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合作也应该是相互的。黄老板既然在金融界威信十足，我们现在的通货难以推进，您可不能袖手旁观啊！黄某对此事也略有反思。日通货推进之难，症结全在法币不变。唯有法币失去信用，日通货才能有市场。但这件事情靠武力无法解决问题，智取方为上策。英镑。程总经理，宋掌柜来了。程总经理，宋掌柜，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请坐。哎，我听说宋掌柜早就领着通泰选庄内线去武汉了。哎呀，武汉也不保险，前阵子啊又迁到重庆去了。我这次悄悄地摸回上海，是想办些这个印刷机到重庆去，还想请程总经理帮帮忙。印刷机啊，宋掌柜。那个程总经理，立邦银行遭到了挤兑，我与你们断了交易，宋某实在做得有点不妥啊。哪里，宋掌柜，您虽然没有给我们立邦雪中送炭，那也至少没有雪上加霜。印刷机您要几台？我去尽力帮您办妥。程总经理，
我一定记着您这份情。宋掌柜，您别见外。有个事儿我也想问问您，真真铜油厂在内迁的时候折损了几台榨油机，我不知道他们的具体情况，您了解吗？您不知道啊？知道什么？真真铜油厂已经被充公了，冯委员亲自督办了接收程序啊。什么时候的事儿？有些日子了。文如刚刚代表政府接管真真铜油厂，真真铜油就在上海路面分售，这背后的玄机实在是不能想象。高举抗战之名侵占工厂，走私管控物资谋取暴利，这个姓冯的胆子也太大了吧？他就不怕高厂长和兰杰知道了，揭发他的恶行吗？这个冯做事走一步想三步，他如果敢这样侵占工厂的话，说不定兰杰还有高厂长的安危已经掌握在他手里了。我立马着手去调查。好。对了，这2天夜里你有听到电话响吗？电话？前天凌晨1点的时候，电话响了，我就爬起来接了，刚喂了一声，他就挂了。昨天晚上12点半的时候，他又响了，我又去接了，他又挂了。恶作剧吗？倒是不像，我感觉是有意在找你，只是一听到是我的声音不对就挂了。今天晚上你睡床，我睡这儿，我来接电话。那怎么能行啊？这沙发这么短，这么窄，你怎么能睡这儿啊？我凑合睡一晚上。那也不行。你要是在这儿着凉了，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快进去睡吧。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要不，我们就一起坐在这儿等吧。坐在这儿等。那万一电话后半夜打过来，我们就在这儿干等着。不会的，前2晚都是上半夜打过来的。就坐这儿等等吧。那行，等会儿吧。你要不要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我们在等电话。我当然知道。这不是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再聊会儿天儿，时间过得快点吗？哎，你该不会在骗我吧？真的有电话打过来？当然是啊，我为什么要骗你啊？难道我就为了晚上和你坐在这儿吗？我是赖在这里不走，但你也不能这么说我。喂，派克路4621信箱。黄老板，这是我们银行今天所有的英镑，我都给您拿来了。梁总经理办事让人省心。哪里，梁某实在不敢当啊，还得多亏黄老板指点啊。我这后边还有一笔英镑，要继续依赖梁总经理。黄老板，我不是不想尽力，只是这金额实在太大了些。再说眼下4联总处严抓拿法币逃外汇的事，万一我要是被4联总处抓着了，这逃汇怎么抓？重庆方面为了保汇率，打肿脸充胖子。这换汇者不问来头，不问用途，这种做法能抓着谁？再说了，4联总处不比过去了，现在既无权力，也无余威，你怕什么？出了什么事儿我撑着。是。
宋科，两位请。那霍老板，我先告辞了啊。现场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谢各位能够于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拍卖现场啊！我相信很多朋友来到现场的原因，也是为了我们很多流离失所、温饱难测的同胞啊来筹集善款。那么在今天，我们就将以慈善拍卖会的形式来筹集善款。那么在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拍品的所有者，也就是我们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森夏经理来展示今天的第一件拍品。有请森夏经理。等等，为什么要让日本人上台？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天津晚会啊！哎呀，副总经理，你就小声点。这件是我珍藏的一件青铜器，现在呢，予以捐出，可悲可叹。愿日中友好，还是自由和平共处。谢谢各位。谢谢。好的，非常感谢森夏先生的分享。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件藏品已经有了很大的兴趣。那现在就进入我们的拍卖环节，起拍价1000英镑。来，各位，1000英镑，时间交给大家。1000。好，1000英镑一次，马上就出现了第一个价格。哇，2000，那有没有更高的？2000一次，2000英镑2次，3000英镑，哇，3000英镑一个非常好的价格了。3000英镑一次，3000两次，3000。OK， 恭喜这位先生获得了我们哇3000元的价格获得这件藏品啊，确实物超所值。ただいま。今回の募金パーティーは民衆救済を目的として日中両国の金融業者を友好的共存し、心を一つにすることである。恭喜这位先生！哇，1万的价格获得这个绝对的物超所值，恭喜恭喜！非常感谢您帮来，谢谢。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稍后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交割。那么在接下来，等一下，我的。麻烦话筒借我用一用，这个帮我拿一下，谢谢您。晚上好，各位同业者。也许你们都不记得我了吧？我是立邦银行信用调查科科长吴丽姿。程总经理，我和廖兰不能出门，也无电话，唯有向您去信，告知情况。初到重庆，便有一位主理民政治冯委员请求我俩将真真桐油厂交予国家支持抗战。我俩爱国心切，为多加考虑。不料工厂完成交接之后，我俩即被招入一处公寓居住，名曰特殊优待，实则失去自由。我俩生活事小，真真桐油厂务事大，若被龌龊之人侵吞私用，于国无利，于己更是悲痛。如您收到此信，盼回复。程总经理，您找我。是我爹的字。程总经理，我爹的意思是，他和兰姨被软禁了。小宋，你先不要惊慌。虽然他们俩现在失去了自由，但我并不认为冯幼如会伤害他们的性命。你爹这封信来之不易，想必是找了很多的关系，才透过后方联系人送到上海。程总经理，那现在我能为我爹做些什么？不管做什么，都不要轻率。
不如你先给你爹写封信。比起我的安慰，他恐怕更需要得到你的消息。同时也替我转达，耐心等待，我一定会让真真同友回到他的手里。好。今天晚上是上海金融界义卖赈济晚会，但为什么独独要排挤我们立邦银行呢？没错，我们已经不再属于银行工会，也不再是银钱业协会成员。但是我想问一下，今晚到场的各位中，诸如横滨银行、蒙江银行、华兴银行，他们属于银行工会吗？他们属于银钱业协会成员吗？今天，我要代表立邦银行向赈济委员会捐出法币10万元整。嚯！并出示我的胎品。山河壮丽图。希望各位心怀祖国，休戚与共。万掌柜找了4联总处的关系，给您换了5万英镑出来。不能小瞧啊！是啊，我跟他说了，咱们雷老板还想再换5万，他说包在他身上。5万不够，要换10万英镑。会不会多呀？以后跟黄如虹叫板，少了资金怎么行？常总经理、吴科长，4联总处刚发布换汇限制令，除了中央中人、交通农业4行勉强能换少量英镑，其余厂庄换汇申请一律不获准，黑市换汇行情暴涨。重庆顶不住了，外汇储备堪忧，法币贬值在即。继续关注汇率动态，随时向我报道。是。
立邦银行总经理办公室。是我，陈总经理。冒昧打扰，现在说话方便吗？啊，您说。在你之外，银行家中谁最懂实业？个人认为是浙江诚业银行的副总经理刘子生，他和我经历相仿，都是由钱庄掌柜转为银行经理，深耕柴米油盐多年，是行家里手。知道了，你多保重。啊，您也保重。这第一杯，黄某贺刘少将，恭喜您赴任陆军参谋本部2部部长，更得空间，报效天皇，大展宏图。我的进步离不开黄老板的辅助，法币贬值1半，有您的功劳。客气。黄老板，说来还有一事，请您配合。说，国际舆论近来十分关注中国，特别是上海，他们对华界的报道善意与否、赞许与否很重要。所以柳少将想请您暂时关闭烟馆、赌场和风月之地，请您理解。凡将军要求，黄某一定配合。只是不知需关闭至何时？短则3月，长则不便估计。哦，没关系，正好黄某也清闲一阵子。来，听闻柳少将正在筹备中央储备银行筹建一事，若确有此事，黄某也愿意尽一份心力。毕竟钱银两业是黄某的老地盘嘛。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人，黄老板可知一位女银行家，名叫吴丽姿。上海金融大亨云集，这吴丽姿只不过是小卒一枚，女银行家之嫌，恐怕她还担不起。她是小卒一枚，没错。若将军需求，黄某不妨为您引荐三星银行总经理梁福兵先生。三星银行历史久，资本丰，梁总经理为其掌舵18年之久，而且此人与4联总处和银行工会关系深厚，得以与之交往。黄某愿为将军切想一策，既可扰乱内陆经济，又可抢夺内陆物资。请黄老板到来。请稍等。法币。请进。吴科长，您的信。现在邮局都乱套了，送信的不塞进信箱，直接往门口一扔，这信脏兮兮的。没事儿，信封脏了，里面的东西没问题的，行。不止脏，您看那邮戳，半年前的信了。好，你先去忙吧。好。吴科长，请允许我再称呼你一次丽姿小姐，因为我想对你说的与工作无关。当你看到这封信，我已经离开上海了，你一定很困惑，为什么我终止与程一之合作，并且突然撤出了立邦银行？
我应该实话告诉你，是嫉妒让我失去了理智。李子小姐，你爱着程一之，即使离婚你也还爱着他。我明白你的心情，正因为明白，男人的自尊才让我再也无法接受程一之的帮助和保护。李子小姐，我认为程一之也还爱着你，即使离婚他也爱着你。每当我与他说起你，他都表现得平静而大度，可是他的眼中总有一种让我难以理解的痛苦。我不懂，究竟是什么让你们分开？但我想说，我在上海最留恋的就是你们。如果你们可以冲破心防，重归于好，那么我会觉得这个乱世也不无希望。丽子小姐，去勇敢地追求他吧，不要放弃，请再努力一次。徐硕。你回来了，包给我。进来。一致。你怎么了？意大利领事馆发布讣告。科伦布尔蒂斯号2周前在吉列岛附近的海域触礁失事，船上48名中国人，包括徐庶，全部失踪。什么？徐庶遇难了。觉得好闷啊！我想出去透透气。你也来看电影？啊，我只是路过。卓别林上了个新片。马戏团你知道吗？我们可以一起看。我知道，但我已经看过了。上个星期刚放的，你就看过了？徐博士，以后请不要叫我丽子小姐了。那我该叫你什么？吴科长。那吴科长，我们算和好了吗？徐博士。我的原则没有变，我们的工作关系也没有不好呀。徐博士，在我离婚以来，你给了我很多的关心，我很感激。但是我希望我们之间不要有模糊的地方。李子。李子，我太坏了。
想安慰我，我一直都不领情。他约我去看音乐会，我拒绝他；他约我去看电影，我也拒绝他。就算我答应他，我也要跟他讲清楚，跟他划清界限，因为我怕你误会我们。我连他的友情我都拒绝了。我从来都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我心里一点都没有他。迷人的音符穿堂但他还想着我，他还挂念着我，他还给我写信。我今天早上刚来。迷雾持续平铺，巨大而深深。我今天早上，我刚刚读过他给我写的信，他鼓励我去追求你，两颗心各自独舞，偃旗息鼓。他让我不要放弃，热闹的舞台，哪怕是失败了也不要放弃。命运随即画出。偶尔会交叉的湖，他自己对了。全世界最狼狈的那一刻，怎么会这样？伤心的歌我不想听，讨厌的事我不会做，别再借命运的手折磨我。你说的没错，所有的过错都在我只会是孩子。全世界最卑微的那一刻，反驳的话我不想说，莫名的错我都认了，别再用爱情的口吻捉弄我。你在想什么？我在想，生命这样无常，为什么我们还要压抑自己的感情？我们永远都不要再分开了。常总经理，日军在广东中山击落客机金贵号，机上包括交通银行孙总经理在内16人，全部遇难。重庆银行工会发布布告，表示沉痛哀悼。知道了。金贵号的事情你知道了吗？刚才美术来报，孙总经理遇难。金贵号原定从重庆飞往香港，遇难者不只有孙总经理，还有浙江成业银行副总经理刘子生。刘子生。立邦银行总经理办公室，陈总经理。您说。好。陈总经理说什么了？陈总经理希望我去香港一趟，
去香港做什么？现在抗战军费极度紧缺，形势不容乐观，所以陈总经理正在组织银行家顾问团，去商讨海外借款事宜。孙总经理和刘经理，他们就是为了这个去的香港。他们都是顾问团的成员，现在遇难了，顾问团需要替补。难道他不记得你被银行工会除名了吗？李斯，好事不惦记你，这么危险，倒是请你去。日军盯得这么紧，连飞机都击落了，谁还敢去啊？你想去？我不准你去。不会有危险的。死伤这么多，还说没危险。徐庶遇难了，孙经理、刘经理都遇难了。我坐船去，比孙总经理还有刘经理他们坐飞机要安全。而且，上海到香港是短途客轮，也比徐庶去意大利坐的长途客轮要安全。这也能比的吗？我们说好了不分开的。这不叫分开，分开是心意变动，我这顶多算是物理转移。别跟我开玩笑。那我跟你说大意，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刘子生总经理是我推荐给陈总经理的，人家义无反顾的去了，结果牺牲了。所以现在陈总经理需要我来顶这个缺，那我呢？难道我要告诉陈总经理说，我因为害怕不去吗？合适吗？李斯，我想去。一旦借款成功，不仅可以扩充军费，提振士气，更是可以让将士们感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让民众们看到胜利的希望。不管怎么样，都是个好事。但你知道，想要悄无声息地离开上海，比你从重庆到香港还要难吗？租界里有这么多的日本特务，万一他们察觉了，立邦怎么办？你可能还会有灭顶之灾。我都知道。所以我去不去，由你决定。假设我走了，银行的事务全得交给你，而且你还得帮我隐藏我走过的行踪，所有的压力都在你的肩上。李森，我不想你又担心，又生气，又受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宁愿不去。还不想让我去吗？
去吧。其实你去了，也是件好事。银行工会和你断绝关系，这个无人不知。金融界一直在排挤立邦银行，这个也无人不晓。如果你去了，别引起日本人注意。顾问团里竟然会有你。是。但是，你给我活着回来。少々閣下、すでに放火の準備は完了いたしました。ご覧になってください。右は本物の貨幣で、左は偽物の貨幣です。それで我々はどう判別する？我々のは本物より質が高いからそこを見る。はあ、そうですね。はい。よし、成果を楽しみにしてる。はっ。失礼しました。少々閣下、今日の新聞で総会にある文献性や工場を紹介されています。興味深いのは州工場長は中国で初めて高経価格結果を排ガス。しかし中決政府官僚と国賊政策を批判したことで製薬会社の内地出店は失敗しました。彼はさらに上海重機の銀行倉庫による霊宝銀行への不正を批判したと。霊宝銀行、資料を調べたところ霊宝銀行非常に特殊です。そうか。ゴレイス課長は名門の霊長で相当の財力があるようです。父のご父父はかつて上海の大手風潮銀行を管理していました。なるほど、レイスさんは一角の人物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な。吴科长，赵厂长，您坐。好。我想问你一下，程经理是不是生病了？您怎么知道的呀？昨天跟他通电话，我听着就不对劲儿。他说他胸闷，然后我过来对账，艾秘书说他出差了。我这一琢磨，这肯定是生病了呀。医生说了，没什么大碍，胸闷气短，应该是过于疲劳所致，所以就一定不能工作了，要好好的养身体。我想可能是因为徐庶的事情，让他太伤心了。哎，是啊，徐庶英年早逝，别说他接受不了了，我心里也不舒服。那这样吧，我过去看看他，给他带点吃的用的东西。他住哪个医院啊？不，千万别。咱们还是让他自己待着。他想静一会儿，我们就
别去烦扰他了。不是，我知道，可是我不是担心没人照顾他吗？他住哪个医院？我在照顾他，他在家住。你在照顾他呀？啊。我住进一之家了，你也知道我们之间的事儿，分分合合的。我就想这段时间呀，好好照顾照顾他，挽回他的心。所以您可千万别去找他。您这一踏进家门，一张口说话，他得多尴尬呀！我们2个人之间的事情嘛，您就别添乱了，让我们自己处理就好了。哦，那是。行，那您在照顾他，我就放心了。我还是希望你们好的，真的，我早就希望你们好了。我会努力的。Welcome to the Prince Hotel. 怎么回事啊？等他半个多小时了。各位勿躁，从上海到香港绝非易事。进来。客轮到港延迟，十分抱歉，来晚了。一路车马劳顿，又冒着生命危险，谈何歉意？若能借助参加顾问，顺势回到银行工会，嘿，这个危险还是值得一冒的。曹经理与戴经理不愧为天津银行业的分析大师，凡事均从投入与回报来计算。常宝应当向你们学习啊！哼，若要学习，不妨就由程总经理担当会议纪要，如何？宋经理，无妨，时间宝贵，陈总经理，您请主持会议吧。此次海外借款有一项重要的难点，中立国都想自保，明确拒绝以政府性质贷出的战争借款，所以我建议以商业贷款之名与其协商。我同意，若能借出1000万美金，于战事大有助益。若是商业贷款，长期也可以商榷，以3年为宜。我个人建议还是以5年为宜，战事不可估量，长期3年压力甚巨。至于数额，1000万美金，宜具体讨论。我们预期的借款数额固然重要，但借款所依托物资大概更重要。既然是商业贷款，就应该讲究商业准则。如果贸易物品不能吸引对方，我们在这儿讨论借款预期又有何用？我认为此次会议首先应该讨论的就是物资品类本身。品类太多了，茶叶、瓷器都可以的。品类繁多，还请大家稍作休息，咱们晚餐详加讨论。嘿，正好饿了。陈总经理，这里晚餐有 dress code， 请别大意。晚餐见。See you later。立邦银行总经理办公室。吴总经理辛苦了。是戴总经理辛苦了。怎么样？还顺利吗？有没有露馅？挺好的。赵麻子特别担心你，生怕你病得厉害，还非要去家里看你，被我给拦住了。我告诉他，说不然好呢。你呢？都顺利吗？我这边除了跟顾问有些争论，被他讽刺了一下，讨论还算融洽。那是他们还不了解你，你是诚意治，治他们呀，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喂，我是治国的治，不是治人的治，好吗？一志，怎么了？我想你了。我得去吃晚饭了。讨厌。陈总经理，关
关于物资品类，我仔细的想了一想，我也想了一想，我觉得还是茶叶最合算。我做了个调查，去年内陆共收得茶叶60万箱，我们只要从安徽、云南、浙江等几大产区抽调20万箱，然后逐年提升2成，5年长期出口，便可达到150万箱。这样的话，1500借款不难，就算可行吧。那茶叶呢？对方买账吗？当然不买账。对方去年对于我国的茶叶贸易总额仅占到我国出口总额的7%，由此可见，他们对于茶叶并不是很感兴趣。陈总经理，我这些数据都是核实过的，你张口就来，说得准吗？戴经理，您长居天津，与我从未曾照面，但却知道我的经历。正因为我的家境贫贱，更无学历，而不像您一样专精算式，所以我只能牢记一切我所掌握的材料。我方才所举用数据，全部从实业的调研中得来。欢迎各位查验。那棉纱总会有人要吧？虽然我们内部货源紧张，但是我们可以优先海外呀。只要能借到款，我们再苦一点也没关系。这棉纱不仅关系到百姓的生活，更是关系到前线将士的安危。自打这抗战以来，沦陷区的国产棉纱受日沙的倾轧严重，产能不断下滑。若此时我们再优先海外，恐怕会激化民怨。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程总经理，那你倒说个行的。桐油。桐油，是。国产高级桐油不仅可用于涂料、农药，更可以用于建筑、机械，还有人造皮革等，海外一向十分青睐。哼，这个我就不懂了。出口棉纱呢会激化民怨，但出口桐油却不会。因为桐油产能远比棉纱高，战前年收14万5千吨，战后不降反增，去年已超过15万吨，而国内消费仅占5成，出口达80万吨。桐油产品不仅可以自给自足，且有充分余裕输出海外。如此听说，我同意程总经理的建议，以桐油为物资品类，各位意见如何？我服议。就这么办吧。有无不可。顾问团全数通过，那么此次赴美商代就以桐油为主。明日，咱们具体讨论一下数额以及偿还的方案。陈总经理，你还有什么补充吗？若此次海外商代一旦成功，确定以桐油为借款实行，恐怕需要社会部将真桐油厂交还给高大勇厂长管理。除此之外，我还建议高大勇出任桐油借款的技术顾问，后方没有比他更懂桐油的专家。若专家不能指导专业，恐怕这桐油的产能否跟上出口的期望，势必会成为问题。明白。此事交给我。啊。来。嫂子，一直哥病了吗？小铃铛，你找一直有事儿吗？你有什么跟我说，我回去告诉他。是岛旗的事儿还是小凤？不是，都不是。嫂子，阿奇他不方便来，让我来跑一趟。日本陆军造了1000万假法币，要送到宜昌去。1000万？阿奇不方便阻拦，一直哥能不能想想办法？今天发挥得很好，虽然在我的意料之中，但仍给了我惊艳的感觉。陈总经理，您总是对我过奖，只可惜
我还是让您失望了。那天的那个报纸一出来，大家都懵了。银行股东坚决反对，我也没能说服他。那也不是您的过错，只能怪我自己有所以为。但是你领导立邦的成绩从未让我失望。这次海外借款，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安排你和艾琳见面。您好，冒昧给您写来这封信，可否邀请您面谈一次？我有万分重要紧急之事。陈总经理，其实我和艾琳从未有过交往。我和她假装谈恋爱，只是为了帮她拖延时间，申请入学。他想读博士，非常想。所幸，他现在已经入院了。这丫头。还有，陈总经理，这次我恐怕不能跟随访问团去海外进行谈判了，因为我想尽快回到上海。如果消失时间太长的话，立邦恐怕会有危险。说的也是。Excuse me. Sir, can I help you? Whiskey too. Okay. 陈总经理，银行工会没有给予你们内签的帮助，当然这有我的失职。返渝后，不如我请财政部批示。由后方用专线掩护你们和立邦的骨干转移到重庆。谢谢您的好意，只是我觉得立邦更应该留在上海。为何啊？在抗战之中，我们银行能做什么？我们不能扛枪，不能到前线去杀敌。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保护帐下的实业还有储户。但是通过这次来香港的商谈，我想明白了很多事情，特别是受到了您的启发。我觉得我们大有作为。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利益，而经济是利益中最重要的部分。毫不夸张地说，经济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中最重要的目的之一。而在我们的抗战中，经济同样是我们自卫反击必要的手段。可以说，如果没有经济，没有军费，没有物资，就一切无从谈起。陈总经理，我崇拜您。您可以直接同外国的财长进行谈话。您有宏观上影响战局的经济手段。可惜，我并不是您，我也成不了您。但是我可以从微观处入手。微观处，立邦银行帐下实业众多，铜油、药品、棉纱，更是战时急需物资。立邦完全可以组织生产，将这些物资送到抗日将士手中。经济抗争之中，大象要搏斗，蚂蚁也要抗争。我虽然成不了像您这样的大象，但是做一只蚂蚁也无不可。本周五晚8点半，
公共租界罗尔路南洋酒馆，请坐吧台 U2号位置，将信息放入中人银行法币5元钞票结账。据悉，日本陆军伪造1000万法币，即将送往宜昌，望予以解决。check。丽子小姐，你好。你的酒好像还没有喝完吧？不知您是？好，正式的介绍一下，我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2部部长柳二郎，很高兴能够在今晚与丽兹小姐重逢。我与您从未谋面，何谈重逢啊？我在上海金融界慈善晚会看过你的表演，《英雄波澜舞曲》，你弹奏得非常好。不知道丽兹小姐为何选择此曲啊？是不是有煽动上海金融界抗日之意啊？不知哪条乐句有此意啊？我只能说你办事过人。柳先生，这么晚过来，滴酒未沾，不会就是专门来夸我的吧 ？I'd like for thing. OK。丽兹小姐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喝酒啊？我来这里不过是一时兴起，那您来，就应该不是这样吧？既然都大费周折的过来了，不妨有话直说。我欣赏你，也欣赏立邦银行。但是，据我所知，上海金融界还是贵，上海银行工会也将贵行除名许久，所以，我可以引荐日本金融界和贵行来交个朋友。怎么交朋友啊？日方可以通过贵行来投资中国企业，比如文泉制药厂。那我行是否也可以通过日方来投资日本企业，比如川崎冶金厂？丽兹小姐总是这么伶俐吗？柳先生是想阻止我在公共租界言谈自由了吗？不，我喜欢你的伶俐。那我现在可以结账了吗？不可以。